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G频道大马番薯日记，我是杰克。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我刚突发奇想的一个 idea 啊。其实呢，我从新加坡回到马来西亚生活呢，要将近2年了，所以呢，我刚就突然间想到，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住马来西亚跟住新加坡到底有什么不同。我觉得影片出去了过后肯定会有人讲，哎呀，如果你直接在新加坡买屋子，你就不会有这种烦恼了。所以呢，我在这边要做一个 disclaimer， 就是这支影片是applicable for 在新加坡没有买房子，在新加坡租房子，但是呢，在马来西亚拥有自己屋子的人，那其实就是我自己本身的状况啦。这是为了避免一些酸民在那边耍嘴炮。好，那么现在呢，就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觉得啦，住马来西亚跟住新加坡最大不同就是关于门禁这件事情。这个是我亲身经历的啦。所谓的门禁就是到了一定的终点他就不给你进去了。他会把那个锁头锁掉。我记得我第一次租的那间房子啊，那个屋主在每天的晚上11点他就把那个锁头锁掉的。如果你是超过11点才要回来的话，一定要跟你的 roommate 沟通好，叫他11点过后来跟你开门。那住在马来西亚自己的房子呢，就绝对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了。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呢？其实就是屋主本身他没有把那个锁头的锁匙给租客。如果是往自己的家里安全去想的话，这个屋主的做法呢是情有可原啦。但是如果住在马来西亚自己的屋子，就绝对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因为锁匙全部都是自己拿的。再来呢，就是访客。我记得之前我在新加坡住的最后一家，也就是我搬离新加坡租的那一间房子那个屋主很好啦，只要通知一声就没有事了。但是我就有试过在之前所租的一间屋子，我带鸡嫂上去结果那个女房东她就有一点不开心啦。那时候鸡嫂只是我女朋友，然后在客厅弹下吉他也没有什么东西。可是呢，如果是住在马来西亚自己的房子就完全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你要带什么访客进来都好，你都不需要过问。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住马来西亚跟住新加坡差别啦。今天的晚餐，小番薯的干捞面加一颗卤蛋啊，快点吃。女孩子这么样粗鲁坐下来。OK， 吃。而我呢，今天晚上呢是吃粿条仔，饿死啊。味道不错。什么？打包回家都可以讲啊？是的，打包回家呢，这个话题都可以拿出来讲。依据我个人的过往经验几乎啦，如果是要在租的地方吃的话都是在房间而已。在我印象当中只有一间他们是要求我们在饭桌上面吃的，其余的都是带进房间吃。当然我也知道有一些屋主他们是完全不会让租客在那一间房子里面吃东西的，也有。只是我比较幸运的就是呢，我的屋主他们都是 allow 我们在房间里面吃东西的。因为其实他们自己的家人都是在客厅跟饭厅那边，就是在外面活动啊。所以呢，我们这些租客所有的活动都是在房间里面。放工过后呢，打包就回房间吃，要不然就是在外面吃好才回房间。还要上进啊！你要跟哥哥姐姐讲什么？哥哥姐姐，我在这妈妈，节目上这妈妈。OK， 其实不会像住马来西亚，住在自己的家里面呢，你要打包什么，你要吃什么，要煮什么都没有问题，因为是自己的家嘛。所以呢，如果住新加坡的话，在家自己煮这件事情应该是蛮难的啦。因为多数的 owner 他们都是不 allow 租客在他们家里面煮东西的。我租过几间啦，就只有那么一间是 allow 我跟鸡嫂在里面小煮。所以呢，这个就是住新加坡跟住马来西亚其中一个不同的点。没有在新加坡生活过的马来西亚观众看到这边应该会想，不是吧，洗衣服都要管啊，洗衣服都有得讲啊。没错，如果是有在新加坡租过房间的人呢，都知道有一些屋主应该是有58%以上啦，他们都是 allow 租客一个礼拜里面只可以洗2次衣服。可是呢，我跟机长蛮幸运的啦，就是我们最后一次租的那间房屋主是 allow 我们天天洗的，他是没有限制的。所以呢，这个不可以一竹竿打翻
翻整船人。但是呢，如果是住马来西亚的话，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啦，因为整间家都是我的，我一天洗多少次都不成问题。应该有观众会心想，哈，洗衣服都可以成为一个规矩。那其实如果你站在屋主的角度呢，你跟屋主住在一起，屋主当然是为了要省水费啦。省水费方式呢，就是不允许你每天都洗衣，一个礼拜可以洗到1-2次，其实算是不错了啦。但是呢，我本身习惯呢，我回到马来西亚过后，可以讲是几乎每天都洗衣啊。可能马来西亚水费没有那么贵吧，这个也是住新加坡跟住马来西亚其中一个不同的地方啊。是啊，玩啊！你以为晒衣服都可以拿出来讲啊？我就突然间想到哦，上一次呢我就被一个没有良心的屋主骗定金。我觉得他是故意骗定金的啦。有一些屋主呢，就会像上次我遇到的没有良心屋主一样，连晒衣服呢晒在哪一根竹竿上面他都要管。但是还是一样啦，我不可以一竹竿打翻整船人 ，OK？ 只是我那么不好彩遇到这样子的屋主，其实还有好的屋主在的。这个呢，也是我觉得其中一个住新加坡跟住马来西亚最大的不同啊。因为租别人的房子嘛，屋主呢可以出很多花招，有很多千奇百怪的规矩。那么我就突然想到哦，其中一条条规呢，上次我遇到的就是我连晒衣服都要依据它的规矩晒在第2根杆子上面，其他的杆子不可以晒。当然了，如果是在自己的家的话，就完全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啦。如果你们是还没有看我房屋纠纷的影片的话，就去点击这边看一看。现在想回去都是觉得很好笑。那这时候呢，肯定就有人讲啊，你在马来西亚租房子也是一样会有同样情况啊。Of course， 当然，不管到哪一个国家呢，都会有一样的人，千奇百怪、奇奇怪怪的屋主，不管在哪一个国家都有。只是呢，这支影片是依据我个人的经验，我自己过往所遇到的东西来跟你们分享住新加坡跟住马来西亚的不同。所以呢，请在看影片的你们千万不要对号入座 ，OK？ 这个纯粹只是一个分享。21度，是的，住新加坡哦，我有试过啦。如果我没有记错，就是有2次我所租的那间房间哦，是有温度的限制的，也就是说不能够超过多少度，只可以调到它指定的温度。最搞笑的是什么？有一些屋主啦，因为冷气呢是蛮耗电费的，而且在新加坡的电费呢算是蛮昂贵的，所以呢为了节省这个电费呢，他们就有诸多限制，例如冷气呢只可以开8个小时到12个小时不等。有一些屋主啦，他们很好啊，就给你10点就开了过后到早上的7点哦，你不需要关，他们会直接把那个总头关掉。但是呢，还是一样的，我要讲的是我最后一次租的那间房间啊，那个屋主真是很好，他也没有什么限制，他有讲你要开冷气的时候就开，只是我们也是会做人啦。我跟机长呢，通常只是从10点开到早上的6点这样子，我们就起来关掉了。天气太过炎热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开下午1-2个小时这样子啦。所以呢，做房客也是要会做人。哥哥姐姐 ，Hello， 我在睡觉。又要上镜。粘土，是的，我爱粘土，是的，我爱粘土，是的，不要偷我粘土。跟哥姐讲 good night。哥哥姐姐 good night， 哥哥姐姐拜拜。好了，你去，我还没有讲完。那一样的。住马来西亚呢，我住的是我自己的家，所以我随时随地要开冷气就开，完全没有任何的限制。好啦，那么我觉得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不知不觉又到晚上要睡觉。那其实这支影片呢，你这样子看起来哦，好像一直在讲新加坡不好，其实不是啊 ，OK？ 这个纯属我的个人经验分享，只是我突发奇想，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从我的 point of view 跟你们 share 我之前在新加坡租房 compare with 在马来西亚生活过后住在自己的家，两边对比有什么不同？因为之前呢有观众问我，如果他要去新加坡租房的话，有什么东西要注意的？我也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回你们的 PM， 所以呢，希望在看影片你们想知道在新加坡租房间 compare with 住在马来西亚住自己的房子哦，差别到底是什么呢？对我而言，这些呢就是其中几个在日常生活中会碰到的一些差别。当然还有很多的，有很多小事，也有很多因素，可能就是你的屋主的性格啊，看你的屋主哦，在那间房间里面所设的条规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只是给你们一个参考而已。租房子租房间，不管你在哪一个国家都一样，但是我这一支 content 呢，只是 share 我住新加坡跟我在马来西亚住自己房子对比下来呢所做的一个 sharing，OK？
那么最后呢，希望在看影片你们会喜欢这支影片，特别是对一些可能有兴趣要在新加坡租房间的你们，希望可以帮到你们啦。好啦，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就给我一个赞。我们下一支影片见，拜。OK， 讲你要睡觉了。想睡觉了，看这个粘土是鸡肉鸡腿，豆豆。讲 good night， 快点讲 good night， 我要关机了呀。Good night， 这个是鸡腿的，嘟嘟嘟嘟。我看早一点哦，要给他自己开一个频道，是他那么喜欢拍，跟我一样。好啦，拜拜。